国司机撞了稻草人后却被农民一家人追杀，没想到司机变成了新的稻草人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你听听就知道了。故事呢是这样的，老崔是一名十分富有的地产商人，最近他开发一个地产项目，却碰到一家不肯搬迁的钉子户。这天老崔决定亲自出马摆平此事。半路老崔在撒尿之际拨通了那家钉子户的电话，在电话里他大声训斥着对方，他觉得对方不肯搬迁就是为了要更多的钱，但对方伤心地表示自己这样做是另有原因，他恳求老崔不要拆掉他的房子，否则他就会喝农药自杀。但老崔并没有改变初衷，还决定采取强硬的手段解决此事。老崔开车继续行驶，他一边开车一边看导航，结果一个不小心好像撞到了什么。老崔赶紧下车查看，发现撞的不过是一个稻草人而已，这才松了一口气。在抱怨了几句后继续开车上路，没开多久，突然前方出现一只不要命的鸟，直接撞向前挡风玻璃，吓得老崔猛打方向盘，车子冲下山坡，老崔也被撞晕了过去。等老崔醒来时，发现自己身处一户农民家里，老张夫妇正坐在他的面前关心着他。老张告诉老崔，是他儿子贤硕把他背回来的。老崔问贤硕有没有看到自己的车，贤硕说没看到。老崔觉得当务之急是和外界取得联系，但却发现手机摔坏了，想借用一下老张的电话，但老张说他家里也没有电话。老崔一时半会儿也不知如何是好。老张夫妇对待老崔十分热情，还摆了一桌饭菜招待他，但儿子贤硕却看老崔不顺眼。吃饭时两个人发生了不愉快。吃完饭后，老崔让老张带着自己离开这儿。在山间的小路上，老张给老崔说了自己的情况。他说自己很喜欢这里，首尔的很多开发商都想买下自己这个地方，不过他坚持不同意搬迁。老崔把自己的名片递给了老张。老张得知他是地产商后，瞬间脸色大变，不再为他带路。但老张人很善良，分别时他仍然详细告诉老崔前面的路该怎么走。老崔按老张指引的路线往前走，走了半天，结果发现自己迷路了。困顿劳累的他一不小心跌落到山底的大坑里，还摔伤了腿。他拼命的大喊救命，同时他也努力的想要爬出大坑。不过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。很快夜幕降临，老崔在大坑里饥寒交迫。老张一家人非常担心老崔，于是来到山上确认他的安危，结果在大坑里发现了他，于是将他救了上来，又把他带回了家。这下他只能乖乖待在这里养伤。深夜时分，老张的女儿赵熙叫醒了老崔，把他带到仓库，然后非常热心地将电话递给他。原来家里有电话，是老张欺骗了他。老崔有些疑惑，老张为什么要骗他呢？此时的他也管不了那么多了，赶紧给警察打电话，并告诉警察自己的位置，让他们抓紧时间过来接他。打完电话之后，老崔给了赵熙一笔钱作为酬劳。赵熙开心地告诉老崔，自己很想离开这儿去首尔上班，只是他爸爸不同意。老崔表示到时候他一定会尽力帮助赵熙如愿。说着说着，两个人对彼此产生了好感。老崔轻车熟路地想要亲吻女孩，突然外面传来老张的咳嗽声，瞬间打断两人的好事。第二天，老张的妻子有容在院子里洗着衣服，老崔看这个年轻妇女有几分姿色，色心顿起，走过去调戏了她。这是要母女通吃吗？好在儿子贤硕出现，这才让老崔收敛自己的手。到了晚上，老崔突然被一场噩梦惊醒，见警察迟迟没有来，他又给警察打去电话，可得到的回复是警察要晚些来帮助他。老崔在回自己屋子时，无意间透过门缝发现妻子有容在洗澡，老崔索性停下脚步，看完了整个直播。天亮之后，老崔又打起有容的主意，有容说要请老崔喝杀生泡的酒，于是两人一起来到厨房喝酒时，老崔又开始对有容动手动脚，但有容没有拒绝他的意思。可能是因为酒性太烈，两人竟然做起了伸展运动。可他们的苟且之事全被门外的贤硕收入眼帘。不过贤硕并没有揭发他们的丑事，老张依旧很热情地招待老崔，甚至为了维护老崔，还和儿子贤硕发生了争吵。不一会儿，有容端面过来给老崔吃，老崔吃了几口后产生了幻觉，他看到自己碗里面全部都是令人作呕的虫子。不过随后他又发现碗里面只是普通的面条。老崔在独处时，贤硕走了过来，他用轻佻的语气让老崔赶紧离开这儿，并意有所指地说父亲老张有电话不让他打，明明知道有深坑，还故意指引他走那条路，这背后肯定另有玄机。贤硕的话让老崔意识到眼前的这一家人似乎都在隐瞒着什么。外出散步时，老崔突然看到一只土狗正咬着一个水杯，他一眼便认出水杯就是自己车上的水杯，他断定自己的车子就在附近，于是他赶紧在附近搜寻，结果被手拿镰刀的老张看到。老张否认这里有土狗的存在，并且否认自己看到过老崔的车。老崔觉得事情变得越来越蹊跷而且诡异。晚上，老张一家人在房间里祭拜着什么，妻子有容当时哭得很伤心，
女儿赵熙走出屋子后，将老崔带到另外一个房间。老崔向赵熙说了自己的疑问，不过赵熙并不愿意告诉他答案。赵熙告诉老崔，只要把自己的结婚戒指送给他，他就告诉老崔离开这里的路。老崔照做后，赵熙说要出去就只能去村子里的一所小学，找那里的总务老师，向他悔过自己所有的罪行之后，就可以离开这里。赵熙还提到，祭祀结束之后，自己的家人很有可能就要开始伤害老崔了。说完这些，赵熙开始变得热情主动，缠绵悱恻，真是善解人意啊。就在这时，贤硕冲了进来，用棍子狠狠殴打了老崔，老崔晕死过去。等老崔醒来后，发现自己被锁在一间昏暗的房子里，通过房间的排气扇向外看，还看见了贤硕凶狠的眼神。老崔觉得贤硕肯定会伤害自己，慌乱中他看到屋子里有一把镰刀，他决定先下手为强。第二天清晨，老崔佯装睡着，这时有人推门进来，老崔误以为是贤硕，用镰刀狠狠地砍向对方的脖子。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有容，老崔害怕极了，刚走出房间，却碰到迎面走来的贤硕。贤硕看到自己的母亲被杀，愤怒地拿起刀追砍老崔，老崔拼命逃跑，贤硕紧追不舍，追上老崔后，一把将他压倒在地。就在贤硕准备拿斧头砍死老崔时，老崔拿起地上的砖头，朝他的脑袋狠狠砸去，顺利逃脱。当老崔跑到河边洗把脸后，猛然发现女儿赵熙就站在他的身后。不过此刻的赵熙变得精神失常，他拿出老崔送给他的结婚戒指，质问道：为什么不带他一起走？接着拿出长刀，他要杀掉老崔。但一个弱小女子怎么对付得了禽兽呢？老崔将刀掰折反方向，刺进赵熙的腹中，成功拿到了3连杀。老崔神情恍惚地向小学的方向走去，不一会儿累晕了过去，眼睛一闭一睁，竟看到老张恶狠狠地盯着他看。老崔害怕极了，他想用石头砸死老张，老张却拿电锯攻击他。老崔抓住机会将电锯抢过来，最后反杀了老张。老崔一路披荆斩棘，终于跑到了赵熙所说的那个小学，开始寻找学校里的总务老师，结果发现空无一人。突然楼道里传来了脚步声，老崔害怕地藏在桌底，通过地上的碎镜片，他发现是没死透的贤硕，此刻正拿着斧子向这边走来。很快他被贤硕发现，为了活命，老崔跳窗拼命逃跑，路上不小心摔到了山下，结果意外发现了自己的小车，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啊。他赶紧从车里拿出棒球棍，决定和贤硕殊死一搏。老崔再次来到学校，在走廊里和贤硕相遇，两人都想置对方于死地，开始了激烈的打斗。但姜还是老的辣，老崔渐渐占了上风，最后将贤硕打晕。可就在这时，老张又拿着电锯走了过来，随后妻子有容也出现在了他的面前。老崔简直要被吓尿了，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不敢相信死去的人还能活过来。惊魂失魄的他赶紧跑到教室里，这时他又发现女儿赵熙正拿着刀站在自己面前。老崔忽然觉得自己和赵熙似曾相识，在一瞬间他回想起了过去发生的事。原来前些年老崔曾经利用职务之便性侵了涉世未深前去应聘的赵熙，事后还用钱羞辱他，为此赵熙割腕自杀了。老崔曾经通过巧取豪夺抢走了老张的徒弟，老张为此喝农药自杀了。贤硕当时是一名外卖小哥，老崔曾经开车将贤硕撞伤，当时伤得很重，贤硕央求老崔帮他喊救护车，可老崔却置之不理，肇事逃逸，导致他失血过多而死。有容曾经欠老崔很多钱，老崔找他要账时，却偷偷在水杯里下了迷药，然后让有容喝下，继而将他性侵，为此有容上吊自杀了。老崔终于明白，眼前的这4个人是自己曾经深深伤害过的人，他们在这里装作一家人，就是为了向他复仇。老崔惊恐地给4人跪下，求他们放过自己，但4人并没有要放过他的意思，并向他围拢过来。愤怒的贤硕用斧子砍向了他，老崔以为自己要死后，结果在车里，他突然从睡梦中惊醒了过来。当他发现这不过是一场噩梦之后，兴奋地举起了双手，噩梦终于结束了。他爬到了公路上，打算向过往的车辆求救。这时电话响起，那个钉子户请求老崔不要征收他的房子，不然他只能以死来表示抗议。执迷不悟的老崔却在电话里骂道：那你就去死吧。话音刚落，他就被一辆疾驰的卡车活活撞死了。司机下车查看，发现撞死的只是一个稻草人，这才松了一口气，匆匆离开。卡车司机走后，稻草人却慢慢变成了老崔的模样。故事到此结束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做人不要太过分，做一些伤天害理的事，必将得到应有的报应。哪怕上天让他感受到这种因果报应的关系，他仍然执迷不悟，不知悔改，这时就会有更大的灾难降临在他的身上。影片开头的稻草人与结尾的稻草人前后呼应，天道好轮回，苍天饶过谁？
那个卡车司机也将迎来新一轮的考验。本期的故事到这啦，小伙伴们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